按照 AI 梳理出来的线索，基本可以断定，这家名为坎塞尔的石油公司是10几年前的时候，曾因单位耗电量过高而被尼日利亚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惩罚性限电。想来，应该是在当时电力整体不足的大环境下，坎塞尔超出正常的用电量，给尼日利亚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而坎塞尔石油在那个时间节点之后，立刻开始投建了这一栋表面看不出用途的建筑，而且还给这栋建筑暗中通了石油管道。在那之后，坎塞尔石油的单位耗电量便恢复到了行业正常水平。所以综合这些因素来看， AI 分析的确实是经得起推敲的。这栋建筑应该就是一座小型的石油发电厂，称之为发电厂。其实内部可能就是几组燃气轮机，毕竟坎塞尔石油的用电缺口也不算大，只要能够使地下掩体的供电自给自足就足够了。李亚林对 AI 的表现极是满意，他对众人说道，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么多的可用信息，这种感觉就好像破案的时候，全美的警察和 FBI 都随时为你一个人服务，响应速度之快超出寻常。叶晨也不由感慨，李探长若是再好好训练一下，他的进步空间应该还很大。李亚林道，训练是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数据是另一方面。天际线历年来的卫星数据就帮了大忙，否则也很难锁定这个坎塞尔石油。说着，李亚林又道，其实在 AI 锁定坎塞尔之前，我个人一直觉得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另一家拉斐尔石油，因为这7家油田背后的资本结构以及股东信息显示，欧美资本掌控的企业有4家，尼日利亚本土企业仅有1家，亚洲资本掌控的有2家。拉斐尔的实控人名叫 Jerry Zhang， 是个南非籍华人。珀钦会虽然全球布局，但毕竟华人居多，而且拉斐尔历年的事故率是7家最低。我觉得珀钦会为了避免麻烦，规避监管和检查，肯定会尽可能降低事故的发生。再加上很多工作人员应该都是死士的家属，就算出了事故也可以很轻松地压下去。不过我的这些推断都相对主观，缺乏客观证据佐证。华裔实控的企业未必一定就是珀钦会，毕竟这些年华人在非洲投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而低事故率也算是海外华裔实控企业的一个特色。尤其在非洲，华裔实控的企业事故率一向远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真正能一锤定音的线索就是坎塞尔石油的电力问题，而坎塞尔石油却是7家石油公司里唯一一家尼日利亚本土资本实控的企业。我原本还以为这种本土企业的嫌疑最低，由此可见，珀钦会在隐藏自身线索这件事上真是煞费苦心。叶晨点了点头，道，我让天际线的卫星尽最大可能提高重访坎塞尔石油的频率，争取在光照允许的情况下，每隔1小时就重访一次，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另外，李探长想一想如何才能通过坎塞尔石油顺藤摸瓜查到右军都督府的线索。李亚林问叶晨，叶先生能确定现在有珀钦会的高层在坎塞尔吗？基本可以确定。叶晨道，应该是珀钦会的3大长老，身份地位以及自身实力都比当初的4大伯爵强很多。李亚林面色一凛，在金陵他亲眼目睹过常胜伯的实力，对普通人来说简直恐怖至极。若是3大长老的实力要比常胜伯还要强得多，那真是不敢想象。随即他调整好心态，对叶晨说道，叶先生，如果这3大长老地位这么高，而且此刻就在坎塞尔，那我觉得依照常理判断，右军都督府不可能不来一位高层亲自招待，说不定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都会赶过来。叶晨点头道，珀钦会的组织架构很像明清官场，3大长老是吴飞燕身边的人，就算不是吴家人，地位肯定也非常高。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就算是吴家人，也只是封疆大吏。3大长老前来他的地盘，他一定得表示出足够的尊重，一定会亲自过来招待。此刻说不定与3大长老一样，都在坎塞尔油田里。说着，叶晨不仅开玩笑感叹道，只可惜我实力不济，
不然杀过去，把三大长老以及这个右军都督府大都督一起干掉，对破清会必定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李亚林道：叶先生，三大长老实力太强，您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不过如果有机会锁定那个大都督，找个机会把他做掉的可行性会大许多。叶晨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道：如果三大长老在坎塞尔等不到我，早晚是要离开那里。一旦他们走了，右军都督府的大都督自然也不会继续留下。如果能锁定他，那我就可以追踪他到右军都督府的驻地，找机会把他给干掉。此时此刻，尼日利亚拉各斯坎塞尔石油有限公司，无数磕头机依旧在平原上运转不停。右军都督府大都督吴书同又一次站在高台之上，身后站着的依旧是他的心腹参将袁承泽。吴书同站在栏杆前，盯着广袤的平原，忽然间打了一个喷嚏。他有些诧异地揉了揉鼻子，烦闷地说道：这么热的天，怎么还打上喷嚏了？我虽然实力没四大伯爵那么强，但也不至于感冒吧？袁承泽连忙说道：大都督，说不定是夫人想您了。吴书同讪笑一声，随口道：他想我可不是什么好事。说着，他抬头看向天空，喃喃道：老袁啊。袁承泽连忙上前一步，拱手道：末将在。吴书同皱眉道：我怎么忽然有种不太好的感觉呢？好像被人盯上了似的。袁承泽知道吴书同一天也不想在非洲待下去，尤其是又脏又乱的油田，所以便笑着宽慰道：大都督，咱们之所以跑到非洲来，不就是等着被人盯上吗？您别忘了，英主派三大长老来这里，就是等着那个人注意到这里。要是那个人不在暗中盯着咱们，那咱们岂不是没日子从这脱身了？吴书同眉头一下子舒展开来，笑着说道：你说的对啊，老袁。这么一想，我心里就踏实多了。还是让那家伙赶紧盯上这里吧，赶紧盯上，赶紧动手，赶紧被三大长老干掉，你我也就能赶紧回欧洲。这破他妈非洲，我是一天都不想待了。